大家好，我是大王。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不能独乐乐啊，给大家分享来一起看一下。你待会儿给我拍的时候啊，你要提醒我呢。开始了。本台消息，备受我家各大成员高度关注的2025年全家前3季度家庭经济工作会议，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点30分，在我家客厅隆重召开。会议对今年1到9月份以来家庭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认真研究分析了当前家庭经济工作的困难和短板，并对第4季度家庭经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请看报道。会议由家庭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老婆同志主持，全体在家成员出席会议。在外求学未能及时返回的儿子同志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前3季度家庭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但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整体增收渠道收窄，开源工作面临阶段性挑战。针对增收压力，前3季度家庭以节流为主线，推进成本控制，部分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也暴露出突出问题。在车辆运维成本管控方面，通过优化洗车频次，实现服务性支出大幅度降低，由上年同期每月洗车1次调整为今年前3季度累计洗车2次，洗车频次同比下降 77.8%。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对降雨天气过于依赖的战略性风险，车辆卫生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停车费用管控中，为有效节省每小时3元的临时停车费，探索临时路边违规停放18次，理论测算节约费用54元。因对部分区域交警巡查时间和巡查力度研判不足，被以违法停放为由贴单1次，产生罚款100元。该管控项目未实现截支目标。生活物资成本管控领域，积极探索食材精细化利用模式，通过对轻微变质的蔬菜剩饭进行耐心处理和加工，累计减少采购支出26元。经复盘分析，该模式存在健康风险隐患，其中1次因食材处理不当导致家庭成员身体不适，产生医疗及护理支出72元，造成经济损失，反映出部分节流举措在科学性、合理性上存在短板。会议对前3季度社交场景下的成本控制工作进行总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积极参与外部社交聚餐，通过蹭吃蹭喝不买单的策略，累计实现非付费用餐15次，较上年同期增加6次，节约餐饮支出约1050元。需要注意的是，其中1次聚餐饮酒之后，为树立大方仗义的人设，假装抢着买单，表演过于投入，效果过于逼真，导致买单居然成功，产生非计划内餐饮支出1288元，导致该领域阶段性成本控制目标未达预期，相关经验教训需在后期工作中重点吸取。会议同时对前3季度家庭经济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认为，前3季度家庭创新实施的上下求索经济发展策略成为拉动家庭经济新的增长点。上下求索就是向上加强与老母亲的求助力度。今年以来，累计获得自助农产品2批次，经市场价值核算约420元，有效降低食材采购成本，丰富生活物资供应渠道。向下与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儿子索取，使其不但全年未申请家庭经济支持，还为父母各购置1部通讯设施，市场估值合计2.3万元，对改善家庭资产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针对4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巩固传统支柱产业优势，加大配音、外出主持等核心业务拓展力度，提升业务承接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性收入稳步增长，夯实家庭经济发展基础。二是优化节流工作机制，建立科学成本管控体系。停车管理方面，制定3停3不停工作规范，确保停车成本可控。社交消费管理上要完善支付环节管控流程，
进一步对餐后买单时掏钱的节奏、速度以及上洗手间的时机进行深度分析研判，统筹兼顾社会形象维护与成本目标控制。三是深化上下求索发展策略，将其作为4季度及今后一段时期家庭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持续加强与各方面的资源协同，拓宽经济发展渠道。就这兄弟吧，简直是把中国的汉语原文化运用的是炉火纯青，把一些大白话可以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用一些书面语一讲，那就感觉高大上了非常多。比如有评论就说呀，食材不当导致身体不适，翻译成人话其实就是窜稀嘛。但是你看视频里面这主播一讲，你就没有那种令人不适的画面感，对于窜稀这样的事儿就会感到风淡云轻啊。这段视频里面有几个画面可以说是这个视频的灵魂比如那个鼓掌啊，还有举手啊，还有那个抬头交流、低头记笔记的这些动作让人感觉既熟悉又亲切哈。反正我是津津有味、一秒不漏的看完了，觉得这个新闻真是太接地气了，把经济工作落实到家庭的这个最细微的、最末梢的毛细血管，非常有意义。我也感受到了与会的这几位的真抓实干的态度和精神，而且能够对他们的经济工作做出细致入微、红脸出汗的总结，能够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捂盖子、直击灵魂的去抓重点，在工作中能够积极发挥主动性，探索比如那个上下求索等新方法，抓住蹭吃蹭喝不买单的新契机，非常值得赞赏。美中不足就是说对于家庭经济工作中的责任人并没有提出问责。不过呢，瑕不掩瑜，可以说这是一段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一段家庭工作经济总结会议啊。我相信，如果每个家庭都能按照他们的新方法、新思路，在每个季度都能做总结，并对下个季度做出规划，那各个小家庭都能精打细算、开源节流，焕发更全面完善的家庭经济工作局面。我们来欣赏一下网友们的评论。有人盛赞他是个淫才啊，说这可以说是本年度最佳新闻片、最佳视频、最佳纪录片奖或金嗓子奖年度最佳朗诵奖。又有人说这是央视下岗的吧？的确你听着那是字正腔圆，声音浑厚又不乏温暖感，听着那叫一个舒服哈。还有人说这稿子厉害呀，分析透彻呀，这最低都得是个秘书长啊。点赞最高的评论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介绍，主打一个让观众听着累、看不明白，很多人点赞哈。还有人说这段文字灵魂纯粹，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从小到大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一听这样的声音和叙事，可以说立刻感到浑身舒畅、醍醐灌顶。这也不由得让人就想起那个行政脱口秀演员万书杰，那也是张口闭口就让人想起了一些场景哈。他头一回让人觉得原来开会也可以这么快乐哈。真是言之有物，酣畅淋漓，妙趣横生啊！好，今天的快乐就分享完了，咱们下期再见。